大家好，我是利他。这个频道是专门分享法务工作及契约相关知识的内容。今天我要来探讨一个议题。我相信绝大多数的法务工作内容占比最高的是审阅契约，所以学好如何审阅契约，绝对是身为法务必备的核心技能。今天我要分享契约内容的主要核心框架。一般而言，一份契约通常都会有以下的约定条款。在开始影片之前，请记得帮我按赞分享，并打开小铃铛。那我们就开始吧。契约通常会包含以下条款：第一，契约标题；第二，前言；第三，契约期间；第四，核心事项；第五，价金及付款方式；第六，准据法及管辖法院；第七，杂项条款；第八，契约用印处；第九，签署日期。以下我就来一一说明。首先，第一部分，契约标题。契约标题需要根据签约当事人约定的商务合作、法律关系面来判断，才可以拟定出名符相实的契约书。一般企业法务常见的契约名称有买卖契约、租赁契约、保密契约、委托契约以及合作协议书等等。通常，若我无法确切地从签约当事人合作内容明确判断出契约标题，我会直接用合作协议书的标题名作为本份契约名称。第二部分是前言。前言的目的是说明签约当事人的签约目的，这里会包含签约当事人合作的目的、合作的专案等。此处最主要就是要把当事人签约目的用最精简的话说明出来。第三部分是契约期间。契约期间最好不要签不定期或者永久有效的合约。若是委任合约或者租赁合约，通常需求单位可以直接告诉你明确的契约起讫点。但若是专案型合约，则通常都是以年为起跳，且不确定因素较多，所以身为专业的法务，你可以与需求单位共同评估出专案从开案到结案大概需要多久的时间，来作为契约的期间。第四部分是核心事项。这里指的核心事项，简单来说，就是签约当事人合作内容有什么，例如委任项目、承揽项目或者租赁标的，以及双方互负的权利义务等，都要明确地写出，并尽可能在契约里充分表达签约当事人的意思。契约内容虽追求简单利落，但契约内容务必要完整明确，避免后续产生法律上争议。第五部分是价金及付款方式。价金的部分也必须要特定具体，除非是像工程契约，通常会有很大的比例是按施工进度来请款，但大部分的合约总价，一般来说，不管在选商阶段或者在当事人签约前的商议，价金都应该就会先确认好。第六部分，准据法及管辖法院。有关准据法的部分，在台湾就会约定准据法为中华民国法律。就管辖法院部分，若签约当事人有共同的营业处所，可以约定共同营业地。但若签约当事人并不是同一个营业处所地，且相距较远，则我会建议采折中的方式，例如标的物所在地、契约履行地，或者签约当事人营业处所的中间地，来作为本次合作契约的管辖法院，较为公平。
第7部分是杂项条款。杂项条款通常会有以下这些约定：第一，契约所谓的书面，得以纸本书信或电子邮件的方式为之；第二，契约的变更或补充，应以书面方式为之，并经双方法定代理人签章后始生效力；第三，契约的文本、附约、附件及其变更或补充，皆为契约的一部。契约所含各种文件的内容，如有不一致之处，除另有约定外，契约中的文本优先于附约及其附件。第4，双方应各自依据中华民国法律承担契约所生之所有税负，包括但不限于所得税、印花税等。第5，契约各条文及项目之标题，仅系为方便阅读之用，不得据以解释、限制或影响各该条文或项目用语所含之意义。第6，契约日数的计算，除契约有特别规定者外，悉以日历日为准。第7，契约一式2份，双方各持1份正本存查。第8部分是契约用印处。若签约当事人为个人，则依照民法第3条之规定，当事人签名与用印有相同的效力，所以个人签约时仅需签名或用印即可。你只要在签约前详细核对他的身份证件，确认是本人来签约，并将身份证统一编号记载于契约内，避免签约当事人发生主体错误的问题。但若该个人是委托他人代理，则务必请他提供委任书或者授权书，证明确实是代理人，同步也可以确认代理的权限。若签约当事人为法人，也就是为公司，则用印处应加盖公司大小章，另应同步于经济部全国商工行政服务入口查询公司或商号的相关登记资料。若要再谨慎点，可以请公司提供营利事业登记证或最新的公司变更登记事项卡。若该公司是以分公司或子公司的名义签约，则以分公司名义签约，其效力等同于母公司签署，仍可请求母公司负契约责任。但若是以子公司名义签约，则因其与母公司间各自独立，该契约之权利义务由子公司全权负责。实务上曾发生有客户因信赖母公司而与其旗下的子公司签约，但在这种情况下，母公司并不担任为子公司的担保人，如有问题，该客户也仅能向子公司请求。所以在签约时，确认签约主体的资格是非常重要的。总结来说，用印处会有签约当事人的名称、统一编号、地址，若为法人，则还会有代表人或负责人，另外也可以放上联络电话。第9部分是签署日期，别忘了签约当事人的用印处下方通常会压上签署日期。当然，有些契约签署日期会放在首页部分，这部分没有一定的格式，只要明确就可以。在台湾，通常会用民国，若是其他国家，则会用西元表示。以上就是大部分契约会具备的共同条款。下次在审阅契约时，你可以检查契约内容是否有这些的条款，并将你觉得写得不错的条款另外截取记录下来，这可以快速增长你的契约修改技能哦。希望这集影片能让你学到一些知识。
我这个频道是专门分享法务工作及契约相关的知识。如果你不想错过下一集影片的话，请记得订阅我的频道。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啦。